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新剧齐聚，你最期待哪一部会领先爆火？诚意待播剧四大金刚迷雾一统江湖，还是被卡得死死的？这年头追剧就跟买彩票似的，幸福来得快，失望也从天而降。一个正儿八经的古装男明星诚意，愣是在娱乐圈熬成了库存王，4部电视剧齐刷刷的卡在待播席位上，粉丝心态没崩才怪。是他不红吗？那可太冤了，莲花楼一播，小姨妈大侄子都认识了他。可问题来了，诚意的新剧要么死在备案，要么被配角拉下水，要么摊上跨界大事件。人明明在横店兢兢业业抄台词，锅却从天上飞来。你说娱乐圈是不是的？请个风水先生开个光。今天我们就给这4部号称待播剧界4大金刚的剧一个全方位体检，顺便问一句，到底谁能熬到上线那天？说到诚意的待播剧，网友直接整了个外号，待播剧库存王。你敢信吗？这哥们手上剧集琳琅满目，什么仙侠、权谋、漫改武侠全都有，号称小屏幕上的全能战士。可惜啊，条条大路都不是通罗马，而是通未播先凉。这里有俩说法，网上有的粉丝觉得日子总会到头，压了这么大一锅好菜，总有爆出香的那天，但也有人冷脸冷语，别想了，这几部剧全卡在政策、舆论、水逆3重 buff， 能播一部算你命大。更有甚者，粉圈里组团祈福，有的号召大家转发预约机人品，有的干脆在评论区写剧本比如爱，把配角换个头都整出来了。这部刚曝光的某部因为演员负面，被网友喊出技术逆天救剧救场救投资人，场面一度堪比国产魔幻现实主义。不少老粉调侃成一选剧眼光一流，就是命犯太岁，谁能想到请古装男神还得看天象和运势？闲言少叙，咱们一个个扒。先说那部能让历史老师笑出声的英雄志，别看剧还没播，豆瓣漫画评分能刷到 9.1， 这比好多热播剧都猛。讲的是土木堡之变后，卢云等一干侠客保家卫国的佳话。诚意为了这个儒侠，自己都快成历史老干部了，什么资治通鉴翻烂了，雨中控诉苍天的镜头都是硬减重练武术拼出来的。但这剧命是真苦，未备案先开机还被人举报，配角张嘉倪又开启剧外拉胯模式，网友干脆调侃用 AI 换头，要不整成了。下一个富山海本也是想冲爆款去的，原著是温瑞安，武侠迷就认这一口，偏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人家本来都要定档520，结果女二李凯欣的录音事件一炸，人民日报、央视全都撤物料，投资人估计心里都苦，辛苦造个科学武侠，主角书法家咏春、竹林毛笔大战，还有王炸新花样，愣是没等来开播。王权篇就更神了，狐妖 IP 第1部大男主剧，动漫粉激动的先定3年的追剧提醒，光预告就有300万人预约 ，B 站1000万的播放量，这流量要是兑现在正剧上，能入选今年未播先爆榜单。结果杀青都杀得比谁都快，就是卡在备案，原备案期一过，漫粉每天盯着热搜等出神。4大金刚里唯一身家清白的是什么？还的是《长安24记》。唐王朝权谋大戏，诚意饰演主簿谢怀安，机关算尽，破局唐宫。优酷上预约量破4800万，光场景实拍敦煌模型都能让历史老师当范本讲。古装版《长安12时辰》这招营销也确实够狠，600多个特效镜头，制作一个场景就花4个月，架势摆得比大片还大片。不用等台词，站在剧组楼下都能感受到预热的钱味儿。老百姓怎么看？东北老铁觉得诚意悲剧悲到快成抗压小王子了。
饭圈女孩调侃我们诚意是真能背，一到开播就找不着播出证，各种队友作妖，营销号都没他队友会造新闻。在追剧党眼里，这4剧的命运比网红奶茶还悬，越来越有梗王潜质。眼看这些待播剧一个比一个有姿势，全网预约爆棚，粉圈应援声震天响，本以为能一鸣惊人，孰料一切看上去有条不紊的表象之下，隐藏着中国影视行业最根本的问题。口口声声要当文化输出大国，可一到审批、危机舆情、政策变动，谁也不会提前告诉你剧情反转在哪一集。反对声音也不小，有人觉得诚意现在就是剧版股灾现场，粉丝是定投定亏，追剧成了拼耐心、拼玄学，甚至还得拼人品。清白之身长安24季其实也有隐忧，上线虽稳，但市场风向一变，比如观众越来越追求新鲜感，古装权谋已经被炒成一锅糊，调料都变味了。这类题材会不会遭遇观众审美疲劳、剧情套路重演？有人甚至质疑，预约再多，真上线了能不能如以前那样大爆还是未知数。更麻烦的是，剧方最怕的不是观众聊腻了话题，而是政策拐弯、主题踩雷。你前一天为历史写泪点，第2天可能因题材审核被一剪梅。加上各种危险的舆论炸弹，现在一个配角随便咋整，都有可能直接让整个剧集雪藏到地老天荒。说好的最稳妥的剧也不是铁板一块。你以为长安24季稳赢，那是因为没赶上去年古装权谋连续翻车，什么高开低走一夜暴雷，市场上全都有利可查。IP 改编网络小说与现实观众之间离着一条误解之河，要想两头通吃，实属难上加难。惊天大反转在于，这些看似稳步推进的爆款候选，背后其实已经暗流涌动。比如《英雄志》这种历史武侠，豆瓣9.1的原著分儿，路人观众能不能买账还是个问号。王权篇如果哪天被暗突开闸，动漫粉加成一粉加平台砸资源，完全可能上演奇迹逆袭。但你见过几回国民级漫改剧真能守住原著粉，卖好人设，服化到一个不拉的吗？网络上的最强阵容，往往一到正片就变成互相发刀片。而关于科技拯救剧组的吐槽，也不是白来的。今年 AI 换人脸，后期补录的操作早已屡见不鲜。据未播先修脸，粉圈已经调皮备好表情，包爱团队表示压力大。这要搁几年前，哪家敢想？再看公关危机赴山海，直接被一条录音拖得死气沉沉。可你仔细一琢磨，不就是个演员选角风波吗？偏偏在网络放大镜下，每个人的都能变成全民围观的事件。诚意和剧组哪怕一脸无辜，也得硬扛烂摊子。严格点说，现在的影视行业不是剧本拼杀，而是舆情公关的实战大考。诚意这库存王当得真冤枉，可人家做的又体面又当代，看似风头浪尖，实则业内蹉跎。待播剧问题背后，是整个影视行业制度和市场的无解拉扯。明面上长安24季预约飙新高，但视频网站投资追求稳，偶像剧、仙侠权谋一天一个爆款，谁敢赌资源？你排队，我等档，压制红利持续拉长。再想想诚意亲自背剧本、读经典、练武艺，人家恨不得把一身力气全搭上，结果全剧组一起被队友、政策、社会新闻轮番爆炒。最吓人的是，这种事还不是诚意一人专属，整个行业俨然成了待播大军。随便数数，明星库存比货架还多，影迷追剧活活做成了股票定投，赚的是等待，亏的是青春。同期剧和观众口味分化也到了离谱的地步，有人盼古装权谋，有人就想看甜宠爽剧爆锤内鬼反派。你要说主流审美，那可是说变就变。
诚意的剧压着实景敦煌，精美服化道，技术团队半只脚踏进电影圈，未播先热，但观众也怕期待越高，失望更大。当剧方把标准不断抬高，真上线时唱衰声就更不客气。东北网友说穿还不如早点播出来，让我们亲自来打分，别整这么多套路了。这波库存4天王的戏码就像娱乐圈的年度大戏，正方鼓吹爆款预定，反方冷笑卡播魔咒，各家粉丝苦等官方解锁，行业本身却自带锅从天上来的无奈。难道新剧就只能被队友坑，被按压，粉丝全靠祈福熬上线？咱可不信。该说不说，这都2024年了，观众脑袋灵光得很，套路也吃得够多，不是你修几回脸，造个敦煌就能把大伙唬住。谁家古装剧谁家忧愁，最后都得看真本事。别把粉丝当小白鼠，愿意为诚意这口锅买单，还不是因为剧好人靠谱。至于那些负面外挂和突发状况，谁爱背谁背去，诚意是真冤。